好，终于等到了10月10号，因为马上接下来在10月底的时候就有一件重要的大事，这可是美国总统川普念兹在兹，因为在这个场合可以跟习近平来见面。好，就是在韩国庆州的 APEC 峰会。好，那当然在这个前夕呢，在29日这个说川普访韩2天1夜，而且只将庆州当成川习会的舞台，所以在跟习近平会谈完之后，就会返回美国所以这几乎是没有在重视这个 APEC 领袖峰会的。好，那川习会在 APEC 登场了吗？中国大陆这边的外交部也被问了，说这个是不是派员前往这个参加 APEC 非正式领导会议呢？好，那当然这个中方领导人是否会在 APEC 期间跟川普进行会晤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则说，这个中方高度的重视这个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好，那是说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所以就代表说还不知道习近平会不会去所以这个川习会会不会又落空，我们还是持续要等到了10月底。好，那再来要看到的是现在美中之间互相在较劲，在很多的方面其实习近平也在攻击这个美国的软肋，像是在无人机我们看到了这个美国商务部工业跟安全局就以违反国安或外交政策利益为由，将中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26个实体以及3个地址新增至实体清单，其中16家中国实体跟3家这个香港地址，因为涉及了电子零件分销以及无人机贸易，被重点的列入。好，那美国要这样做，中国大陆也没在怕。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商务部也公告说，这个除了把他们列入就是14家国外实体列到不可靠的实体清单，那里头呢就包含着是反无人机的技术公司其实还把他们这个从事有关跟中国有关的进出口，禁止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以及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进行有关的交易等等特别是传输数据还有提供敏感资讯等措施通通也都进行了反制。好，那除了无人机之外，稀土的部分我们也看到了嘛，就川普现在锁定的是格陵兰稀土而且是要用补助换入股的传言，希望能够有这样的方式。好，我们看到它的股价也是飙涨到70%。好，那路透社说，如果是交易成真的话，华府可以直接的参与格陵兰的重大稀土交易。好，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这边优抵制也有一些这个方式说连发了7个公告，要管制的就是稀土、锂电池、石墨还有超硬材料的出口。好，就说这涵盖了这么多关键领域的出口管制以及实体清单的调整，目的他们是说要更好的维护国家安全利益，那要更好的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但是针对谁非常的明显。那现在华尔街日报说，中国的最新举措进一步的扩大了对稀土供应链的控制。好，另外大豆也是嘛，川习会谈即将登场川普就说中国很快就会恢复购买美国大豆了，但似乎也是太有信心了吗？因为中国现在这市场这么大，其实美国真的好难找到替代者那可能农民还会再面临450亿美元的损失好，那川普当然现在嘛，他除了外面的问题，他自己内部其实纷争也很多，他现在甚至还想当开国元勋的待遇说要把自己的头像印在新版的250元的这个美元纸钞上面好，那当然美国议员安迪巴尔就说了，这个发行印有川普头像的纸币正是彰显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历史意义的总统恰当方式，真的是马屁拍得很足。那美债现在是不是垮台在即呢？因为说去美元化可能会成为一个全球流行，所以各国央行正在加速的撤退当中。那彭博则说，美国政府现在停摆之后，美债恐怕就会面临一个巨震因为这个一旦政府重开，这大量数据涌现，规模达到了30兆美元的美债就不排除会陷入一个动荡当中。好，那川普这个关税大家就认为说，真的有让美国经济变好吗？恐怕是做白工因为我们看到了美国在2025年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依旧是居高不下，维持在1.8兆美元的庞大规模，几乎没有显著的下降。
所以很多人说，现在川普关税根本是做白工，这个债务利息黑洞非常难填补啊，所以整个看起来美国非常的混乱。那当然 ，APEC 也是大家关注，川习到底会不会在这边来预见呢？我们先问亮哥。我觉得中国大陆如果希望川普访问中国大陆，那习近平应该会去了，因为韩国就在隔壁那可是这一次，我认为初级的议题会非常有限因为美国就是要希望中国买大豆嘛，那中国大陆很可能会对芬太尼那20%的税那要求美国要同意把它减掉因为芬太尼美国提出来的要求，就是对上游化学原料的出口管制，中国已经同意了，可是美国还是没有拿掉那20%所以就卡住了。因为中国都说没有所谓先后了，要做就一起做美国说我要看看你做的效能如何中国不甩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中美谈判很硬就是你要我一码，你就拿一码来换没有所谓我先做你再做，都没有的那科技的部分，你可以看到两边都在堆叠筹码了，这个不会在这个时候处理了。我觉得就是川普去访问中国，那就明年初了。那个时候，如果美国愿意在某些管制上做让步，那中国它堆叠筹码更多比如说稀土，它在稀土之外，现在对超硬材料要来管制。超硬材料，中国大陆占全世界的95%，然后它影响到军工、半导体、光电，全部都包括在内那你那个半导体那个晶圆的切割，你一定要用那个含有金刚石粉的东西才能切割那个东西就在中国手里，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一定有一个部门在那边整理什么东西可以来抵制对方那现在就一个一个上菜这样比如说你无人机，那中国大陆现在对反无人机的装置也开始做严格的审查那他定的标准就是5公里之外的侦测，我如果那个反无人机装置5公里以外就可以发生作用，我就不卖给你你知道吧？所以我真的觉得中国大陆大概在技术科技战部分，它也在堆叠它的筹码，就是也要让你痛苦啦，因为你让我痛苦嘛，那我就自力更生就拖着那可是最核心的，比如说台积电2奈米、3奈米，那个大概中国大陆短期也做不出来，极紫外光的光刻机短期也做不出来，可是其他我就慢慢都自己做那我现在就也来卡你，那轮到你痛苦，看你要怎么来求我，是这样。看起来跟川普1.0时的中国真的是不太一样已经完全的脱胎换骨了。教授，其实川普1.0跟川普2.0美中之间的整体战略是有很大的差异。是川普1.0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中国没有做好万足的准备，所以有人就说，其实习被耍，特别是你说海吴庄园2个人是很像好朋友，对不对？走在一起，隔1年立刻贸易战。所以说，人家说习是整个中国在这一次不断从个人层次、习的层次到国家层次到法律层次都做好了准备。简单讲，第一次的时候，其实中国是被动的反击。那这一次川普2.0的时候，中国我们讲的是主动的掌握了节奏，并且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做不只是一码换一码，我们讲说 tit for tat， 一眼还一眼，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一种。我们讲谈判手法所以中国这一次明显是有备而来，用这种 tit for tat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不管是芬太尼也好，大豆也好，我们讲稀土好了，稀土比方说美国在中国开始进稀土的时候，他们用所谓 FDPR 外国直接产品管制的方式，限制第三国进口这个高阶晶片或晶片到中国去。那当然这个北京也不是省油的灯嘛。他说好，你从第三国，那我们就开始检查是不是有外国把我们的稀土加工之后转到你美国去。所以呢，
南华早报报道讲哈，这个美国为了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哈，提升不仅提升国内的，他要找第三国战略合作伙伴来做这个稀土的这生意。那中国商务部就说啦，他们发现有部分的组织或个人呢，用中国的稀土的管制品呢加工后出口，并且呢用在军事上面，然后卖到美国去。其实我看过一个报道啦，他们把美国所有的军工产业哈源头溯及，发现所有的很多的原料跟制成品都会来自于中国。是，所以你要完全要阻断这个中国的稀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们现在找第三国合作，那中国商务部就发觉有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这一次新的禁令出来了，你只要是外国制造，而且包含0.1以上有中国稀土的成分啊，而且你是什么在境外生产，你在境外生产，但是使用了中国稀土哦，不但是我们的开采的稀土，你用我们的冶炼的技术，或者是所谓金属分离技术，你只要包含到的，只要用到0.1的稀土，我们全部禁。简单讲就是中国大陆北京现在开始呢，就是一码还一码。你要进我的晶片可以，我也进你的稀土出口。所以简单来讲，我觉得这一次美中之间的整体的贸易战进入到一个我觉得更复杂、更不仅仅是这个大的体量上面的关税的这个数字，它到更细节的各项分项上的产品上的谈判。那当然啊，我要再补充最后一点就是，那台湾在这边是不是被当成筹码？我们不用讲台湾是不是筹码，台湾是一个基本的红线啊。川普要跟中国谈判，特别是中国在谈判的时候，一定把政治经济混在一起的时候，你台湾的东西，你川普不会去碰。好，以上。好，我们问将军。大家都以为川习这次见面会不会把台湾给卖掉？我讲时间不到，因为美国的态度就是说，台湾的钱我还没榨干，台积电只搬了一半，啊，后面还可以再搬。第二个，关税你要投资又是一笔钱，国防采购又是一笔钱，然后台湾到时候美国跟中国谈到不能再谈的时候才会卖台，那个时候没收了台湾的外债啊，海外投资又是一笔钱。各位，川普是个商人啊，台湾在他眼里并不那么重要。第二个就讲这个管制，第一次川普1.0中国大陆吃了亏，第二次还能再吃亏吗？不是傻子吗？所以现在做了准备哈。稀土里面还分重稀土跟轻稀土，重稀土的价值更高，而且中国大陆的外国有的提炼呢，只能提炼一种金属，稀土里面19种，中国大陆好像有一种技术好像都可以提出来。你像我们产生铝矿的时候，又有附加产品，做 PC 塑胶又有附加产品，而附加产品价值很高，所以这个技术上的管制啊是很重要的一个。第三个，这次川习会顶多谈谈黄豆的问题，因为眼前之痛嘛。现在采收了嘛，不找地方卖，美国农民不只是这次损失。如果中国大陆没有一个肯定的承诺，明年我要不要播种都有问题啊，你懂吧？他要损失是2年的问题啊，不是1年的问题。所以川习如果是在韩国见面的话，顶多是黄豆问题了，其他的东西都僵在那里嘛。还没到最后决战的时候嘛，现在都你卡我，我卡你嘛，所以美国就不停的增加卡关的筹码。那中国大陆也回应，但是问题不是你筹码卡关的项目有多少，是卡关的是不是要害？稀土为什么是要害？你军工所有产品都离不开，你民间用品都离不开电池，这2个东西。一个是造成你经济上的损失，一个是造成你军备武器发展的停滞，这才要命哦。因为你在国外建立提炼的厂，没有7、8年没办法量产，没办法量产就满足不了你军工庞大的需求，所以这2项才是最关键要害的繁殖。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我们说美国总统川普，我非常想跟习近平见面。好，那可能会在10月底的庆州 APEC 的峰会上面。好，但问题是现在美国这个内部的状况非常的多。好，我们带大家把镜头就转到的是这个芝加哥哦。其实入夜的芝加哥呢，大批的群众走上了街头，他们手持拒绝川普、拒绝军队的标语，而且高呼口号。那抗议川普派驻了是国民兵，让美国这座第3大城沦为抓捕移民的战场哦，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画面上面哦，这个抗议的人潮相当的多。好，那有一位穿过市中心的19岁大学生哦，他则是说，对于那些害怕坚持的人，我们正在为你们而战。你们不支持正在发生的事情。好，另外同样也是芝加哥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 ICE 他们呢也是让人家受伤了。好，我们看到这是有妇女拍下这个 ICE 执法人员暴力的逮捕她的丈夫的画面。3辆车的 ICE 探员哦是拦停，那直接举着手枪进行威胁。好，妇女就警告说车内有婴儿，但是 ICE 探员仍然无视其请求，直接用警棍破窗抓人哦。导致女子惊恐的尖叫，这真的是相当的可怕。有小朋友还敢这样，真的是太暴力了。好，那川普扬言哦，要监禁民主党的州长，而且要动用的是反叛乱法。好，那芝加哥市长强森已经宣布要设立一个 ICE 的禁区，禁止联邦当局进入市有财产，并指控共和党人是企图重演南北战争。好，美国真的是大乱哦，而且这完全是把人民跟人民之间完全的撕裂。好，那美军是不是也顾此失彼呢？我们看到美国空军哦，正在为未来的协同作战无人机重新设计一个组织框架。好，那计划为这类无人僚机要成立一个独立中队，而非隶属于现在载人的战斗机单位哦。那说这些半自主式无人僚机哦，将跟 F-35以及正在开发的第6代战机F-47要做搭配运作，那可以执行的是攻击、侦察、电子干扰，甚至是诱敌等任务，被视为是未来空军的战力倍增器。好，但问题就在美国的海军哦，我们看到 F-35战机潜舰，他们感觉有点挖东墙补西墙因为这个美国政府问责署最新的报告发现，这个 F-18的维护人员就有说啊，他们花费多年试图将主承包商的这个取得频率的电缆数据全力为国，所以最终只能从停飞的飞机上面来拆零件，然后维修的时程完全取决于供应商的供货速度哦。那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可能短暂是能维护这个维护需求，但是却可能引发更多问题嘛。所以报告就警告说，从停用的装备来拆解这些零件，其实就会导致维护的成本上升，工作量增加，而且影响到了飞机的出勤率。好，彭博也讲到了说，美国现在这个陆军坚持部署超高音速武器，但是却罔顾了测试数据支撑不足哦，说这种部署武器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新型超高音速导弹已经在中国和俄罗斯进入了现役的状态。好，那川普到底在乎什么呢？他可能真的在乎的就是他能不能得诺贝尔和平奖哦。好，我们看到这个总理纳坦雅胡这边介绍说这个纳坦雅胡在周4上午跟川普通电话邀请川普前往耶路撒冷向以色列这个议会发表了演讲。好，那以色列总统这边说他们最深切的谢意要谢谢他，为了确保人质的获释，结束这场战争，那希望他这个毫无疑问理应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好，再次讲到了川普心中最想要的那件事情。好，那卡达遭袭，现在中国大陆官媒也发文说这为了歼35进军中东国家打开大门。好，为什么呢？这个环球时报旗下的这个枢密院10号，他就有讲到说，其实就是以色列对卡达突袭嘛，其实就让整个中东都在问卡达花钱买平安到底买了什么。好，沙国原本就有意要拓展武器来源多元化，那之前就有购买了中国的中程弹道飞弹，还有彩虹系列的无人机以及雷射近防系统等武器。那加上美国因为以色列因素拒绝向沙国提供了 F-35的战斗机，
那到现在卡达还遭袭的案例都让沙国选择中国的歼35 FC3的隐形战机，或者是红旗91的防空系统的可能性就大增了。那另外一个层次来看就是巴沙两国的这个防御协议当中，核保护伞更多就体现在了政治层面所以他们说这个合作上面必然会有越来越多在沙烏地阿拉伯军队当中留下中国武器的印记，所以反科是打开了另外一个中东的大门。好，我们刚才看到了美国这个芝加哥群众上街现在美国在内部的这个状况，很多人认为就是战争了。我们问亮哥，我刚刚问那个 ChatGPT，川普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几率，他怎么说？5到15%， 5到15%，那蛮低的很低啦。你想一想，他现在还在讲我要格陵兰，这样怎么会符合和平的精神呢？然后中东那个协议也不知道能够持续多久，不知道了。今年他有强劲的对手啦，因为纽约有一个战区记者的组织那这个就是川普的软肋了。因为加沙战争死了多少记者？是他有讲过话吗？所以大家普遍都认为应该是战区记者那个组织会得奖那个因为很多记者都死了嘛，那很多人确实就认为这个议题应该被凸显了大概是这样所以对你也是好处啦，是，因为你是记者嘛，是那个芝加哥这个事情我觉得川普现在是这样，因为行政权如果要先使用，他就可以说我认定那些人是要叛乱团体，那他就会高于地方，因为你如果只是国民兵，那只是维持一般治安，那州长有权利拒绝。可是如果是用反叛乱法，那就联邦政府先执行，让你再去抗告，那个就要走司法程序那司法程序就很麻烦因为川普这个事情可能已经得逞了，所以川普先斩后奏。对，事实上他都这样。最近有关那个 ICE 可能被攻击，很多地方川普都是先干那我觉得他是发现这个议题有利于他的民调，因为支持者都非常高兴就是非法移民很可恶啦之类的。那反正因为这个议题又可以转焦点，让你不要整天都在谈关税关税议题对他其实不利了那或者去谈说以色列加沙又死了多少人这个都对他不利。那这个议题是非常能够占据你的眼睛的啦因为有冲突画面嘛，所以媒体一定会播。好，但我想到这个有冲突画面，他还想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国内对国内的感觉不舒服所以他得奖的几率很低嘛。而且我跟你讲，错是0。这个和平工作者大部分是偏民主党的啦，所以他们当然看这种事情就非常火大嘛可是因为那些地方都是民主党执政，所以他们就用他的行政权来反制比如说州的机构你不能进去所以你这里不是讲到吗？那个芝加哥市长在画 ICE 的禁区，我就不让你进去抓人。所以这个时候非法移民如果跑进那个市有机关然后他就不能进去抓。租界一样。对，他会变成租界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就是你搞这个我也搞这个，所以那个国土安全部那个女部长不是要上厕所被拒绝，她就是要进入那个州的建筑物嘛，那个州不让她进去，她只是要上厕所那就不让她进去。所以美国现在中央跟地方我觉得已经冲突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了。好，接着问将军。我觉得你看画面美国这个 CEI 的那个执法的手法比警察还粗暴。通常来讲，执法人员警察是有过素养、有教育、有勤前的教育、勤后的教育。这边是这个执法的程度，让很多老百姓看不下去了。这个移民议题是当然，去年前年大家很多人讨厌移民的，
大批，尤其在墨西哥大批进来抢了饭碗。现在可是慢慢从移民问题已经转移到民主党跟共和党的两个对抗的这个焦点。那慢慢，很多企业主发现没有移民，他也没办法维持他的企业的运作。第三个，你选择的这个芝加哥是美国前3名的大都市，那是鼎鼎有名的。它的大湖区的工业、大湖区的商业，芝加哥是领导地位。如果芝加哥面临这种话，我讲民主党，我们看得很清楚，中间的红州，它整的都是蓝州，对不对？所以美国的2个政党虽然不是谈内战吧，至少这个2个的抗争的剧烈程度是超过你难以想象的。所以美国的这个传统的价值观念都会受到冲击了。这个川普是做短期的拉拢人心，可是长期的反弹效果，它会将来受到后挫力。你要关税的通货膨胀，马上面临美债的这个利率那么高，对不对？今天你执法，你会造成，你像加州现在都混不下去了，农业工厂都停摆嘛，其他各州有没有用移民呢？美国的移民很多啊，所以你今天回过头来骂中国跟台湾什么厂什么的这个虐待什么劳工，美国的更严重啊！我一个同学当年在纽约开那个纺织厂，那里面都是那个难民进去做的。一做一天12个小时、18个小时都有的，所以你自己就干这种事嘛。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美国现在你短多长空的问题马上出来了，所以你前面是得逞一时啊，后面的反弹马上出来。你看到圣诞节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你的关税跟采购，人家已经也上个月就开始提前采购了，那层关税还没涨，所以。很多事情是老百姓的民生最关心、看得到的东西，影响政治最大。别的那个上高空的那个口号是没屌用的。这个让他钱不够用了，生活不舒服了，工厂失业了，这个就会影响他的大选。国家领导人比较忌讳就是炒短线，因为这个对国家不太有帮助。教授。其实这次芝加哥事件是从10月4号在伊利诺市叫 Broadview 布罗德油，它其实是芝加哥往左边靠机场的那个一个小城市那是一个女子持枪，她要冲撞 IC 的那个车辆，然后他们就把她女生打伤了，然后把她抓起来。那当然抗议民众也抓了很多，然后就造成这一次芝加哥市的一个示威，然后呢有人说是暴动那当然。这个芝加哥市或者是伊利诺州这里一个我们刚才讲这是民主党的这个大本营。芝加哥市大家知道，它是主张爱他们 city 的标志是爱 love。我们除了知道它是个风城，它的风很大之外，他们主张爱。最重要的是民主党非常重要厉害的地方。那他们的州长伊利诺州长普利兹克，这个是我们讲的是他是凯越家族的后代，很有钱的商人可能会问鼎下一次的总统选举，所以川普对着他来。那 Brandon Johnson 这个芝加哥市市长也是一个反川的很强的人，所以其实川普对于这2个人是非常感冒的，所以他就跟大家讲嘛，把这2个给我抓起来他们煽动暴乱就把这2个抓起来。那川普用的这个暴乱法 Insurrection Act 其实是美国一个法律是怎么总统遇到或者是说国家遇到暴乱骚动不可以控制的时候，总统有权利干嘛动用国民兵，然后把人民逮捕就民事上面把人民逮捕。问题这上面。这个东西在这个1956年扩张这个暴乱法之后，让总统握有很大的裁量权，来看是不是要用这个来怎么控制暴乱或者骚动那当然，这个过去30年都没有用，就上一次用到是1992年，我们知道老布希用在洛杉矶暴动，那次暴动大家如果年纪稍长还记得，那时候暴动很严重，对，老布希用这个抓人但是30年来都没有用。川普这次想要用，问题是大家说你芝加哥。有那么严重到说要动用到国民兵把人抓起来吗？其实你知道，川普对于民主党所在的州或城市，他非常的感冒不是那些人抗议他说 No King State 都是这些大城市在发起之外，里面的非法移民，川普去一抓，他们就一抗议，两边就开始暴动开始开始对峙，川普也是很感冒的。所以他上次不是把很多将军找来说，你们要开始给我抓这个注意这些我们对内我们对内敌人是谁？讲的就是。
正规军，对，也有动用正规跟国民兵都有哈，更严重。他可以动用陆战队都可以动用这个暴乱法。所以川普他特别是对于这些民主党在的州哈特别开刀，今年有迹可循啊。我们知道今年从6月6号洛杉矶川普用的这个他透过的是美国法典第10条 Title 10，对于什么用国民兵的联邦化来什么绕过Governor Newsom 说来你洛杉矶暴动对不对？我要派这些国民兵来镇守，你扭身我不管你哈，你也是要挑战我的，你也是个坏蛋，我不理你，我用这个国民兵来治这个你们洛杉矶暴动。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一伦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是中华民国114年的国庆哦，也在114年之前，10月10号这一天是武昌起义，所以这当然也是我们国家重大的庆典。那自然大家就很关心的是赖总统他的国庆演说。好，那在两岸的部分跟国防的部分都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不过两岸在今年特别这个篇幅是比较短的，着重在的是国防，它算是一个这次的演说核心亮点。好，我们看到赖总统这次特别讲到的是台湾之盾 T-Dome 他说2030年的军费上看的是 GDP 5%。好，那我们看到一下他说民主台湾是印太和平的稳定枢纽。他说我们当然要致力台海和平稳定，那促进区域繁荣发展。所以他就提到了国防特别预算，说明年度我们的国防预算按照北约标准将超过 GDP 的3%，而且会在2030年前达到 GDP 的5%，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好，那当然他也说了这个因应威胁跟推动国防的一个必要动力，所以他在新一轮的预算就聚焦了3大目标。第一个就是打造台湾之盾 T-Dome，说要跟这个以色列的铁穹是类似的，要建立分层防御、高度感知、有效拦截的严密防空系统。然后其二呢，就是要强化高科技跟 AI 的结合。那其三则是投资国防创新科技跟先进国家军工的合作。好，那他说政府有决心要透过实力来维护和平，而实力不仅来自军力，也来自全社会的韧性。好，第一个这个 T-Dome 对很多这个观众朋友来就会觉得有点陌生，因为我们真的能像以色列有铁穹这样子吗？因此呢，这个网络上大家看完之后就有一种感觉说，其实台湾有个很重要的细盾，我们连细盾都被赖清德拆一半了。网友认为还要什么鬼盾啊？还有人说好了啦，又要给美国爸爸多少钱？以及又有人说台积电都被你送了耶，那先把已经花掉的潜下去好吗？看到网友讲的在都是这个民进党心中最痛的一块。好，那我们也看到了赖总统现在要把台海和平置身事外吗？林非凡，我们的国安会的副秘，他投书了示警说，这个台海发生战争的话，就会损失10兆美元。他是以台湾以实力促进和平计划、韧性投资如何吓阻北京为题。哇，最近他们真的很爱用韧性这2个字吼。然后投书美国期刊的这个 Foreign Affairs， 他说表示台海战争冲击了全球经济，那彭博预计每年造成全球是10兆美元的经济损失，那相当于全球 GDP 的1/10。那所以林非凡就在里头写说，这个威权政权在发动任何战争以前往往都会从民主国家的社会脆弱面下手。所以对于台湾而言乌俄战争反映的就是和平不能靠绥靖主义来维持他说，小型民主国家若要在强权威胁下生存，就必须在战火未起前就完成准备。因此我们看到最近国防部发布了国防报告书，这是114年的。好，指出说中共现在采向的是多项灰色地带混合威胁手段以及准军事行动，那针对性的一个军事威胁，那针对的也是外离岛遭无人机侵略，说军方已经有了4个步骤来应处会启动的就是干扰枪、步枪、机枪，以软硬杀的方式来击落
无人机哦，就说我们已经有个因应的方式了。好，那我们也看到前一天其实呢，这个国台办有预先在批评赖总统的两国论哦，就说维护台海和平是两岸的共同责任。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赖总统前几天不是也有特别讲到川普这个诺贝尔和平论调吗？那现在就有这个港媒认为说，赖清德的这一套说法看起来是把和平的钥匙交给了外人，把风险的账本摊给了其他的国家。好，那到底这个台海之间的问题会有什么样子的新发展吗？恐怕要看到川普跟习近平哦，因为最近哇，这个川普越来越开心，因为他终于要跟习近平见面了。川习会哦，预计会在 APEC 峰会来会面，好，这个是一个场边会。好，那会不会谈到台湾的问题呢？我们来看看美国前副总统彭斯怎么说。他认为台湾呢不会是这个美国交易的筹码，而且永远都不应该是交易的筹码。所以他同时呼吁川普政府跟国会应该加速的交付延迟对台的军售。而且指美国必须做得更好啊。不过彭斯跟川普之间这个关系没有很好，所以彭斯讲话，这川普也不见得会听啦。好，那当然川习会台湾会不会被当谈判的筹码？我们也看到我们的驻美代表于大磊说，两者之间不应该有关联哦。说台美的贸易谈判从来都没有提到中国，好，但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对话常常就提到了台湾，好，当然就是看谁大谁小的问题啦。不过我没看到中评关注说，美国专家提出了另类对台的战略清晰，这是美国亚洲安全问题专家史文哦，他认为说短中期之内哦，现在美国应该维持对台湾防卫的战略模糊性，但如果从长远来看的话，美国总统在做好准备之后，就应该转向成为战略清晰性，也就是要明确的宣示，美国不会出兵保台，从而排除美中为台湾而战的风险。好，当然哦，因为在今天是国庆，中华民国114年国庆，所以大家也很关注两岸的问题、国际上的问题。好，我们先讲到是赖总统讲到了这个台湾之盾踢动。好，先问亮哥。好了，这个即使在我们提高国防预算之后，中国每年的国防预算是台湾的12倍，那以前是17倍，而且17倍的情况已经长达20年啊，所以我不知道以小博大啊，然后再强调自己的国防多认真，这有什么意义啦？啊，他这个不堪细究了。哦，比如说你要讲踢动是不是？那你知不知道以色列一套铁穹多少钱呢？以色列铁穹一套是1亿美金呢。啊，那你正式要使用那个拦截飞弹一颗大概是5万美金呢。啊，那请问你要装几套？以色列也没有卖给你啊，我也不相信我们台湾做得出来了。哦，好，那你说，不然你就大陆可能攻击你的比较大家注意的武器啊，你告诉我们你们怎么防嘛？哦，比如说 PHL 火箭炮，你怎么防？火箭炮是非常便宜的哦，它的射程有300公里，这个大家500公里，反正大家认为那个是非常难以拦截，因为它不是抛物线，是啊，就说随便举一些例子，那请问歼20你看得到吗？如果隐形轰炸机、隐形战斗机飞到台湾上空，你这个踢动有什么用呢？你看得到吗？它是隐形战机嘛，啊，那中国大陆如果用隐形战机来踹开你的大门，把你的踢动的雷达打掉，那你怎么运作？我觉得啊，我实在是很懒的，因为你每次问国防部长顾立雄或以前的部长啊，他就会跟你讲，我们都有准备啊，可是委员我不能告诉你，都是一样的。你林非凡写这种文章意义何在啊？意义何在？你不能够绥靖，所以要和平要靠实力嘛，啊，和平要靠实力啊。这个在国际政治上是建立在2个国家差不多啊，哦，比如说英国对德国，德国对法国，和平要靠实力有意义。那个时候美国是对苏联，那现在美国在对中国嘛，因为他们的国力
都有各自的优劣处啦。那基本上是，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喊一个新的概念嘛，他说中国恐怕围堵不了，那恐怕要靠平衡嘛。美国现在开始讲 balance， 他开始提出这个概念，因为他知道你围堵不了嘛，你怎么让他能够围在一个第一岛链内？事实上，美国已经逐渐发现做不到了，那更不要讲第二岛链，第二岛链那么大，怎么围啊？所以他现在在思考的是如何与中国维持平衡啊。美国人都在这样讲了，美国是最强大的国家，结果军事上你明显比人家弱的台湾，你现在在那边讲说我要靠实力来维持和平，而不是去讲政治。你以小博大，你应该去谈你如何去争取政治上来沟通啊，应该是这一类的，可是一个字都没有。好，我们接着问将军。这个台湾的和平呢，台湾的安全只有2条途径，一个呢，你是用谈判的方式达成和平，一个呢是用战争的方式。那用战争的方式呢，从今天赖清德的讲法就是用战争的方式，他根本没有和平谈判的条件跟准备。那战争的谈判呢，今天我从听他的讲词，一直看国防的报告书一大堆名词滥用，讲的好听叫滥用，讲的不好听叫糊弄。你讲这个梯筒，人家所谓的金铜的构建呢，第一个有卫星最上层的监看全世界的，只要人家飞弹起来，它就有预警。第二个有高空的探空雷达，很远就搜索到，而且还能破解隐形飞机。这2个条件台湾没有。第3个条件叫层层拦截，有高空的拦截、中空的拦截、低空的拦截。现在问题不是你拦截飞机，你是拦截超高音速飞弹，你是拦截不到的。这个任何稍微懂军事科技都知道，拦截低马赫数的可以，拦截超高音速没有。最可怕不是拦截这个，最可怕是蜂群的无人机，你怎么拦？结果他们拿出来的手法是拿机枪、拿干扰枪，人家是来个1架2架，你用机枪、干扰枪或许奏效，来个100架、500架、1000架，你空中打靶，你有那么准吗？所以这个梯动啊，连美国到现在还在想办法在科技上突破，财源上去筹措，2个都不见得有把握。我请问台湾连个传统柴油潜舰都做不出来，你做梯动，你做给我看看。卫星没有，破解这个逆中飞机的雷达没有，解决无人机的手段没有，所以这个是空防。再讲这个韧性呢，就有点像当年义和团呢那个刀枪不入一样。韧性，什么叫韧性呢？韧性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军队有持久作战的兵力跟能力，还要加士气。结果他谈的不是这个，他谈的是老百姓的韧性。韧性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当年8年抗战，士气很好，战力人员很多，战力比不过，但是靠着国土广大，从上海打到武汉，武汉打到湖南，打到四川门口，南边打到广东、广西，你有这么地方跟他周旋吗？韧性，我们今天有没有？没有啊。台北离海岸线不过10来公里，有的地方还更近。新竹造桥是1800公尺，台湾最宽的纵深就是嘉义40公里。现在任何一个登陆作战的滩头堡都要20公里，你怎么有空间去回避跟闪躲？最后一个城镇作战，我很多讲了，台湾根本没有城镇作战条件。你台北市、新北市加起来快600-700万人，你往哪里移？移不掉，就是困死在城镇里面，跟敌人一起被人家灭亡。所以这个问题，军事作战已经没有办法支持赖清德想的这个。那和谈上面就靠一个什么民主价值啊，全世界同情了，那个不当用了。
事情发生以后，顶多一个嘴炮来赢。所以今天我听完这个跟国防报告看完是空的，根本没有给台湾提出任何安全保障。空这个字哦，赖总统也讲过。好，教授。这次国庆谈话我们比较去年去年赖清德用更强硬了，他520就职演说开始互不隶属。10月5号国庆晚会又讲了祖国说，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对不对？然后去年10月10号又在讲这个互不隶属，而且数落中国大陆不负责任啊，是个什么恶人之类的。去年真的比较强硬，很强硬。今年他立刻改变了口吻他不提互不隶属。他今天念稿他念稿，而且没有提互不隶属，没有提祖国论他数落中国大陆也说只有这个2758号这个决议感觉他的这个论调稍微降低一点。为什么我觉得第一个是结构性因素，就是美中目前大框架下在谈判，在讨论很多事情，没有赖清德的份。简单来讲，如果赖清德这个时候跳出来，我们在国际关系上讲的，他试图在开车的后座跳到前座试图掌控这个方向盘，请问掌控方向盘是谁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赖避免成为一个麻烦制造者是很明确的他知道可能美方有跟他讲，你不要讲话。没有，他本来是开车的，他现在被人家叫到后那是开面自己的车去了，对不是开美中台三方的车。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想要降低这个事情，我觉得美方可能有给他一些意思，就是你还是少讲话。当然呢，你觉得赖他控制得住吗？我觉得他控制不住，所以还是提到威权嘛，还是对抗民主价值嘛，这里面还是提出来，这是第一点可以看的。那第二点要看的，这和平的制造永远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制造。其实国际关系里面，刚才亮哥讲的，不管是林飞帆也好，或者他们民进党的论调都是我们要创造实力，用实力创造和平，用武力，这种是现实主义的看法，用现实主义来制造贺主，来制造短暂的和平。他们创造的是短暂的和平。简单讲，你要平衡可以，你要抗衡可以，你要把所有能抗衡的加起来，才能平衡嘛，对不对？台湾现在跟谁一起合作的？我不知道，川普可能不想跟你合作，因为川普不想打仗啊。那光靠台湾不断的加强军备、加强国防预算，用抗衡方式，不能造成永久的和平。永久的和平要怎么创造？康德讲的永久和平论，对不对？你要经贸合作啊，你要参与国际组织啊，你要国家跟国家对谈啊，这才是自由主义中的永久和平。民进党身为一个，他们重视自由主义他们重视 DEI， 他们重视和平、爱与非暴力，但是你用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国防政策，非常吊诡，非常奇怪，而且很难做到。坦白来讲，我一直认为用这个所谓抗衡的方式来做两岸关系，你可以，但是你要跟台湾的老百姓讲，我们现在做抗衡很花钱抗衡不是不花钱啊，抗衡很花钱的。那你要达成大家的共识，就是我们都要花钱来做抗衡这件事情。其实国际关系学者也讲过了，有抗衡也有互从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这种外交政策。问题是，如果你只做抗衡，你要告诉老百姓很花钱。最后一个，这一次的国庆谈话里面很少提到美国，他不提美国，基本上他不敢提美国因为台美之间有很多东西要谈。但他提了英国，台湾跟英国提升贸易伙伴关系，投资数位贸易，近零碳排。为什么提到英国？在这里我要赞赏一下我们驻英代表姚金祥，他是本系的这个毕业优秀人士所以台英做得不错，英国上面做了很多东西。那为什么现在不想讲台美了？是你可以讲的事吗？还是你绝对不能讲？所以你还是讲英国？我觉得蛮奇怪的啦。所以从这一次的国庆谈话总结，赖想要讲的东西不敢讲避免讲出来当然了，我觉得美中的大框架还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